这里是神户的园地，我现在是刚刚处理完一点工作上的事。现在下雨了，我要找一个地方去吃点饭。我今天是刚刚带完一个客户看完房子，是上海来的一个客人。日本有很多的上班族，他们是根本不在家里开火做饭的。你们看前面这个大叔，他手里拿的就是便当。其实这个原因也能想通，就是像我这样已经工作一天了，再回家肯定是没什么精力做饭的，就肯定是想休息嘛。日本特别是职场的打工人，他们和中国人的习惯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。网上有一个流传已久的谣言，就说日本人的太太是希望老公下班了之后和同事去应酬，不希望他太早回家，最好你10点钟再回。这个是胡扯的，这个是不可能的。一般日本人的太太如果不工作的话，她还是会在家里做好饭，然后希望老公回家一起去吃的。你偶尔去应酬1-2次没有问题，但是如果你天天应酬，或者打着应酬的名义去玩爬青哥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像一般下了班不回家，到这种爬青哥的店去玩，大部分都是单身狗。像日本的职场，它的等级是很森严的。一般来说，一个工作告了一段落，比如说一个项目成功了，那么公司的上司确实是会组织公司一起去应酬一下，但是也不可能是天天去。像单身族，他们普遍也是职场新人嘛，他们的收入也不支持每天去应酬消费，这个也是不可能的。自己在家不做饭的话，大部分都是买一个便当带回家去吃。我现在是去吃饭嘛，就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正常应酬消费一顿的话要多少钱。我指的是居酒屋这种。我相信大家看完之后，那个老婆不希望老公早点回家的这个谣言就不攻自破了。你看现在正是下班的时间点，这些都是刚刚下班的人，他们现在这个位置都是直奔去车站，也就是搭车回家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下班了之后和同事一起去应酬，那个是不可能的。我现在是去三宫那边有很多的居酒屋，我现在去那边找一家店好好的吃一顿。其实我今天也是约了我同事一起去的，但是他今天临时有事，就是有个留学生是才来日本的，然后也是找我们租的房，然后他在一个工厂里面打工，然后今天排的是夜班，他下班的那个时间离末班车的时间非常的紧，然后他是才来嘛，他对路和车站都不熟悉，万一错过了末班车的话就回不去了。然后我就想着能帮就帮一下吧，然后我同事就去接他了。今天呢就要教会他怎么坐车，在哪坐车，然后以后呢就要靠他自己了。其实像这种居酒屋里面也有很多留学生在里面打工，这是很常见的。我个人是不推荐留学生去工厂里面打工的，在工厂里面打工缺乏语言上面的交流。留学生来留学嘛，首要还是要学会语言。语言现在达不到，仍然是找不到工作的。留学生打工首推便利店，其次是居酒屋、酒吧。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条街呢，它比较脏，它这是一个桥洞的底下。顺着这条路直接往前面走呢是三宫，而这一条街呢有很多的居酒屋。像上班族最喜欢来的就是这条街，因为靠近车站嘛，就是我吃了东西之后就可以直接坐车回家。像这种居酒屋就有很多。我有一家比较熟的，也经常去的一家，不是这里。前面这里有卖干燥花的那种小摊位，他们白天不营业，他们就是专门做下班这一段时间的生意。这家店的生意是非常的好，在这里卖了好几年了，就很多人买这种干燥花回去当香薰用。这一排是用集装箱改的一个铺位，租金还是蛮便宜的，虽然它是市中心的一个位置。前面这里上去是一家酒吧，这家酒吧是可以抽烟的，这里卖各种各样比较有意思的啤酒，这算是一家比较有意思的店，挺有特色的。我要吃饭的那家店呢就在这里的前面，就是这一家。这家店呢它不算是最便宜的，有很多店比它便宜得多，但他家的东西比较好吃。我很喜欢他家的烤肥牛，不是那种肥牛，它就是像牛的脂肪，但是烤出来很好吃，就这一家。他家我以前和朋友来过几次，但是很久没有来了。他家店今天人还挺多的。坐下之后就先要了一杯啤酒，他家是可以直接手机扫码点单的。你点第一杯啤酒，他就送一份这个小菜。这是我点的第一份菜，这是猪颈肉，上面铺满了红辣椒，是很辣的一份菜。烤串也来了，
这个烤串是烤肥牛，就大部分是牛的脂肪，我非常喜欢这个挺好吃的。它这个猪颈肉上面铺的辣椒非常的辣，但是很好吃，很够味。这个是它这个烤肥牛，可以看到上面全都是脂肪，在国内应该叫烤肥油吧。第3份菜是烤墨鱼，这个也很好吃，这个烤串是带点甜味的。我的后面在说汉语，我就看了一下。すいません、ハイボール。一杯啤酒肯定是不够喝的。正常我是先来一杯啤酒，再来一杯海波。我的第4份菜来了，分量都不是很大，但它的味道都还不错。这个是第5份菜，是烤鹅肝，差点掉了。这个烤鹅肝是很好吃的，特别是它这个酱很好吃。这个烤牛肉要淋上柠檬汁才好吃。日本这种酒厂里面的樱花妹颜值都很高，你看这个。他被我拍的不好意思了，差点失手，杯子差点打了。好了，买单去了。消费一共是4384 ，OK。すいません。拜拜。这个是。Goodbye。这是店长。OK。Thank you. Tomorrow. 我刚才后面坐的那一桌呢，就是游客，他们不会说日语，然后来了也完全没有问题。所以大家看到了吧，就是我正常消费、正常吃是4000多，他怎么可能下班族天天去应酬呢？他即便有那么多应酬，他经济上面也扛不住啊。所以那个什么老婆希望老公下班之后10点钟再回家，希望他去和朋友应酬，这个谣言就不攻自破了啊。这也是一家小店，这家店略微便宜一些，但是天天来吃的话也要花不少钱。日本人差不多周末的时候，就是星期五，第2天不上班休息的时候，他们是和朋友来约着吃个饭，还是有可能。天天是绝对不可能，那个是经济上面扛不住。这个家伙犯法，他约学生妹来喝酒，他违法。这个就是不良少女。这一条街算是一个地下美食街，它两边是这样的。我刚才开玩笑的，你穿学生制服，他这里是没有人会卖酒给你。你喝个乌梅汽水还是有可能的。其实我刚才那家店要是人满了的话，我就可能会考虑来这里吃。如果刚才是人满了，我就可能来这家。这家我以前也来过，也是一家不错的店。这一条街的店都非常适合游客，大部分的店员都会英文，有些店还雇了中国的留学生，你在这里交流是没有问题的。这条街就挨着神户的三宫，到了晚上是非常热闹的一条街。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已经比较晚，大部分的人都吃了就回去了。我称这条街就是酒厂一条街，晚上走过来就是经常和朋友来这里吃吃喝喝。他这家店的座位是合适的，就是盘腿坐在地上。像这种喝酒的店，普遍的消费水平就是一个人30-40千的样子，便宜你也便宜不到哪去，便宜你就吃少一点。前面这家店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招牌。这家店是比较便宜的，但是也只是相对来说。你看他家里就有坐马，他家因为比较便宜。然后这家是炸串的店，这个我也吃过。这家店是我经常去的一家店，这是我经常去的一家店，这家店全都是炸串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是怎么来这条街，就是从这个地方转进来的。这外面是三宫的那条商业街，然后从这个地方走过来就是这条酒吧街了。走出来是药妆店的地方，对面有一个肯德基和汉堡王，记住这个位置了吗？然后这边往前面走，前面那个地方就是三宫有名的大山广场。
看到中间那个有雕塑、有座位的那个位置了吗？这个今天下雨，晴天的时候，日本人在这边搭讪的很多，而且旁边有一条街就是酒店，就是我现在拍的这个位置。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很晚了，就该约的已经约去了。我现在是坐车来到原地，然后拿一点东西就回家了。这个德岛的这家店，它是每天开业到很晚。它是一个拉面店，就正常一般下班族要不就是带便当回家，要不就简单的吃一点，吃个什么拉面呐，或者吃个什么便宜的饭。大部分是把餐食的那个价格控制在1000左右。有网友在我之前的视频里面就问，就说怎么通过买房长期定居日本？这个首先你搞错了，就是获得长期身份和买房的是两码事。长期身份就是你要办签证，你去办工作签或者是经营签证，这个和你买不买房没有关系。你不买房，它也可以办签证；你不办签证，你也可以买个房放着，这是完全不相关的两回事。只是说你长期在日本生活的话，你可以买个房自己住。那么至于怎么办理签证呢，我自己就不说了，我以后会找一个行政书士，然后专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我们刚才看的那条街呢，它是居酒屋的一条街，它主要是让你吃个饭，然后和朋友聊聊天的地方，所以那条街呢是比较吵的。而这一条街呢，它是真正的酒吧街，就这条街的酒吧很多都是不带吃饭的，就是你如果是纯粹想喝点酒，然后找个地方坐一会休息一会的话，那这条街是很不错的。也就是说，这条街是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，你们也可以看到这条街不吵。即便这条街的居酒屋呢，它也没有那边的吵。这里面有一家爵士乐的酒吧，就是如果是来喝个酒休息一会的话，晚上是很不错的。我也带大家去看一下，但这家它不允许拍摄，我就只给大家看一个大门吧。这家在地下，它的那个音响放的全都是唱片，就是很棒的一家店。喝一杯酒的价格跟喝咖啡差不多，也不是很高的消费，还可以坐很长时间，可以在这里休息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里的一家店。这家店是休息的地方，所以它也不能够抽烟，是这么一家很安静的一家店。这家店紧挨着园丁的商业街，像园丁的商业街上面有很多店也是开业到很晚，比如说这一家。神户很多店铺都是只做晚上的生意，它白天是不开门的。很多店的开业时间就是从下午5点开始，一直开到半夜。其实我现在还想找点东西吃，因为我刚才确实我感觉我还没有吃饱。喝酒喝好了，但是工作量今天比较大，然后它那个东西分量还是比较少的。我现在是去找一家吃饭的店，正经的8两口饭，然后回家，所以就选松屋，这是最好的选择。松屋是一家非常廉价的日本餐厅，像很多留学生啊、上班族啊，他们都是选择来这里吃，因为价格真的是很便宜。我现在是简单的补一点饭就可以了，这一份饭才450，所以日本的消费它是有高有低。像这种满足基本要求的餐厅呢，就是松屋，它价格就很便宜，撒上5香粉，然后吃一碗饭。像我这种没什么钱的呢，也不是活不起。确实也是因为中午没有吃饭，然后肚子比较饿，今天可以多吃一点。对面的大叔跟我一样，也是来干饭的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看的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关注、收藏。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想看的呢，也可以在我的评论区留言。感谢大家的支持。